解密健康密码，让生活更美好。听一句劝，这4种疾病多喝水真的有用，别不当回事。在我们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里，多喝水这句简单质朴的嘱咐，就像空气一样，始终围绕在我们身边。无论是家人的关切、朋友的提醒，还是医生的医嘱，都频繁出现它的身影。可也正因为它太过常见、太过频繁，以至于常常被我们不假思索地忽略，没有真正去重视其背后蕴含的深意。然而，大量严谨的科学研究确凿无疑地表明，适当补水对于维持人体的健康状态发挥着不可忽视、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预防和治疗某些疾病方面，多喝水这句看似简单的话语，实则蕴含着巨大的能量，绝不是一句空洞无物的空话。那么，就让我们深入探究一下，多喝水究竟能预防哪些疾病？1. 多喝水有助于减肥。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研究团队在权威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网络开放版上发表了一项极具影响力的系统性分析。该研究专门针对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展开，要求他们在餐前规律饮水，每日饮水量保持在1500毫升左右。经过长达12周到12个月的持续观察，令人惊喜的结果出现了。这些坚持餐前饮水的参与者，体重减轻幅度显著大于那些不注重补水的对照组。这一发现并非偶然，美国詹姆斯麦迪逊大学和英国伯明翰大学等多个科研机构分别进行的相关研究，也都得出了高度相似的结论。从生理机制角度深入剖析，餐前适量喝水能够在短时间内扩充胃体，让胃部产生明显的饱腹感。当我们的大脑接收到这种饱腹感信号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减少后续正餐的食物摄入量。不仅如此，多喝水还可能在不知不觉中给人带来一种心理层面的暗示，仿佛在轻声提醒自己要多选择健康的食物，从而有意识地限制热量的过度摄入。以小李为例，他一直为自己的体重超标而烦恼，尝试过多种减肥方法都效果不佳。后来他听从医生建议，每天餐前坚持喝500毫升水。一段时间后，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每餐的食量明显减少，而且在选择食物时更倾向于蔬菜、水果等低热量、高纤维的健康食材。仅3个月，他的体重就下降了5公斤。由此可见，对于那些期望通过调整饮食习惯来实现减肥目标的人而言，多喝水无疑是一个既简单又行之有效的策略。2. 多喝水降低肾结石风险。肾结石作为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给众多患者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其形成过程与尿液中的盐浓度过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大量研究表明，多喝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的一把金钥匙。法国开展的一项大规模研究，选取了25至50岁的健康成年人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让他们在每天原有饮水量的基础上，额外多喝2000毫升水。经过长期跟踪调查发现，这些参与者的肾结石形成风险显著降低。无独有偶，另一项针对首次确诊钙质肾结石患者的对照实验也清晰地显示出，当患者增加饮水量，使尿量每天至少达到2000毫升时，结石的复发率大幅降低，而且复发时间也明显推迟。多喝水之所以能够对肾结石起到良好的预防作用，原理在于它能够显著增加尿量。当尿液增多时，尿液中的盐浓度就会被有效稀释，从而避免钙盐、磷酸盐等物质因过饱和而析出结晶，进而大大降低了肾结石形成的可能性。对于那些已经饱受肾结石折磨的患者来说，增加饮水量同样刻不容缓。知名泌尿外科专家金辉医生郑重建议，这类人群应努力增加水摄入量，至少要保证每天尿量达到 2.5 升，这样才能有效帮助减少结石的再次形成和复发。例如，患者老张在被诊断出患有肾结石后，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每天大量饮水，同时配合适当运动。一段时间后，他在复查时惊喜地发现，原本较小的结石已经随着尿液排出体外，而且医生告知他，只要继续保持良好的饮水习惯，结石复发的概率会大大降低。3. 多喝水有助控制血糖。糖尿病作为一种慢性代谢性疾病，近年来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其主要特征是血糖水平持续居高不下。而令人振奋的是，多喝水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有着积极且重要的影响。美国糖尿病与代谢紊乱杂志上发表的一项专业研究成果指出，针对2型糖尿病患者，在他们每天原有饮水量的基础上，
再多喝1升水，经过8周的观察发现，这些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显著降低。与此同时，他们的体重指数、甘油三酯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等健康指标也都有所下降。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显著的降糖效果仅在饭前饮水的人群中被清晰观察到。研究人员深入研究后认为，多喝水之所以能够有效降低血糖水平，存在2方面关键原因。一方面，多喝水可以增加血浆体积，就如同往一杯浓度较高的糖水中加入更多清水，从而稀释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另一方面，饭前饮水能够有效减少食物摄入，进而减轻体重。而对于2型糖尿病患者来说，维持健康体重对于控制病情发展至关重要。以患者王阿姨为例，她患有2型糖尿病多年，血糖一直控制得不太理想。在医生的指导下，她开始每天饭前喝1杯水。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的食欲有所下降，体重也逐渐减轻。更让她惊喜的是，在最近一次体检中，她的血糖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由此可见，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多喝水不仅有助于控制血糖水平，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他健康指标，带来多方面的健康益处。4. 多喝水预防尿路感染。尿路感染是一种极为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尤其在女性群体中，其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而多喝水恰恰是预防尿路感染的一种简单且行之有效的方法。曾经有一项针对140名患有复发性尿路感染且每日饮水量较少的女性进行的专项研究。研究人员要求这些女性每天多喝 1.5 升水，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她们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显著降低。这一结果有力地证明了多喝水在预防尿路感染方面的显著功效。从医学原理上解释，多喝水能够增加尿液的生成和排出量。当尿液量增多时，尿液中的细菌浓度就会被大幅度稀释，细菌的感染力也会随之降低。同时，频繁排尿的过程就像是对尿道进行了一场自然的冲洗，能够将尿道中的细菌和其他有害物质冲刷干净，从而有效降低尿路感染的发生风险。例如，女性患者小赵过去经常受到尿路感染的困扰，几乎每个月都会发作一次。后来，她听从医生建议，每天保证喝足够的水，坚持一段时间后，她惊喜地发现自己尿路感染的发作次数明显减少，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因此，对于那些经常遭受尿路感染困扰的人来说，多喝水无疑是一个简单、方便且效果显著的预防措施。喝水小贴士。虽然多喝水对我们的健康有着诸多令人瞩目的益处，但在日常饮水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格外注意科学饮水的方法。首先，喝水要适量。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2022明确推荐，成年人每日的饮水量应保持在1500至1700毫升。当然，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存在差异，具体的饮水量可以根据自身的体型进行适当酌情增减。同时，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食物中摄入的水分也快计入每天摄入水分的总量当中。比如，我们日常食用的水果、蔬菜、汤羹等食物都含有一定量的水分。其次，水温的控制也不容忽视。喝水时，水温最好低于65摄氏度，这是因为长期饮用高温饮食是食管癌的明确危险因素。据相关研究表明，经常饮用温度超过65摄氏度的饮品，会对食管黏膜造成反复损伤，进而增加患食管癌的风险。此外，必须明确的是，喝饮料并不等同于喝水。市面上的各类饮料往往含有大量的添加糖、咖啡因等物质，这些物质不仅无法为身体提供与水相同的益处，反而可能增加肥胖、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风险。例如，一些含糖饮料中含有大量的蔗糖，长期饮用会导致血糖升高，增加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病几率。最后，需要特别提醒的是，特殊人群，如患有限制饮水疾病的患者，在水分摄入方面需要严格遵医嘱规划。比如，患有严重心力衰竭、肾功能衰竭等疾病的患者，由于身体的特殊状况，过量饮水可能会加重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导致病情恶化。所以，他们必须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谨慎控制水分的摄入量。总之，多喝水虽然看似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它对我们的健康却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了解多喝水在预防疾病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掌握科学的饮水方法，我们能够更好地呵护自己的身体健康，享受更加美好的生活。